1876年秋，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23岁的文森特·梵高在他出任教职的那所英语技术学校里，正在给一个小教堂上布道课。布道的内容被文森特详细记录在了书信中，哀伤贯穿了整个主题。他说：“我们的本性是忧伤的，忧伤胜于快乐。”他甚至断言，通过面带愁容，内心会变得更好。因此，一个人若是忧伤的，他也总是快乐的。整篇文章里，他都非常直率地表达了对痛苦、孤独和死亡的认可。忧伤在他的绘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1882年7月，他在写于海牙的信中说道：“无论肖像画或者风景画，我希望表达的不是感性的忧郁，而是深刻的悲痛。”1890年2月，在普罗旺斯圣雷米，他在信中把自己的作画状态称之为极度痛苦的呐喊。像这张画里低着头的不幸者经常出现在文森特的画中，而像加歇医生这样面露忧伤神色的肖像画那就太多了。但这种忧伤感觉不仅仅局限于在人物绘画上，它还蔓延到了文森特的风景绘画中。在这张名为《悲哀的树苗》中，左上角和右下角都有一些树木。他在信里对这些局部是这样描述的：“我投入了和画肖像同样的感情，痉挛般的热烈的树紧紧地依附着大地，而树干又被风暴撕扯得只剩一半。”你可以从他的形容词背后感受到他的情感根基。梵高的很多素描和油画风景里都有着强烈的忧伤感，你会发现色调都比较暗沉。荷兰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阴雨连绵，终日不见阳光，画出这样的风景无可厚非。但是文森特定居法国巴黎和普罗旺斯时，尽管他受到了印象派的启发，颜色变得明亮了，但那些明亮的颜色似乎也是为忧伤服务的。例如画于1888年夏天的特兰凯塔纳钢桥，那时他在书信里经常赞美法国灿烂的田野和明媚的太阳，但画这幅画却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些完全令人心碎的东西，因此我的心也为之破碎。类似创作动机的画作还有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入住疗养院画的这幅松林。他在信中写道：“悲凉的松林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轮廓鲜明地凸显了起来。你看，那些鲜亮的颜色也只是为了衬托他想要表达的忧伤的景象。”而他自杀前画的这幅描绘麦田的油画，按照他信中的形容，麦田处于阴郁的天色下，我并非刻意的想要表现我的痛苦和极度的孤独。那么文森特为何会如此强烈地感到痛苦和孤独呢？文森特·梵高自身的痛苦似乎起始于他很小的时候。他写道：“我的童年是阴郁、冷酷、枯燥乏味的。”虽然有时候梵高偶尔会设想他的童年是幸福的，但转念一想，又怀疑那只不过是自己想象的而已。在另外一封信中，他如是写道：“发芽的种子一定不能裸露在酷寒的风中，而那正是我的人生一开始就面临的状况。”实际上他是在说，在他人生的最早几年就被剥夺了母爱。这并不是梵高自己的幻想，梵高兄弟姐妹们的情况也许可以反映出梵高父母的教育问题。和文森特·梵高一样，皮奥也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和焦虑症。梵高的3个妹妹之中，威尔最终变成了一个丧失能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直被关在疯人院，直到1941年死亡。梵高最小的弟弟科戴留斯33岁之际在南非自杀。在已经出版的文森特所有的书信里，你都很难找到他对母亲发自内心的深切的情感流露。母亲去世后，他在信里面写道：“他已经忽视我很久了，他从来不会谈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为什么母亲在梵高心里留下的是这种印象？因为文森特·梵高是一个不完美的替代品。第一个文森特·梵高在1852年3月30日出生，并于当天死亡。这个婴儿被埋葬在金德尔特的荷兰革新派教堂墓地里，他的墓碑至今可以看到。直到文森特离开父母前，当他去教堂礼拜或者周末回家时，都会去一次那座坟墓，身边也经常有人谈论他死去的哥哥。文森特的母亲因为第一个文森特的死而承受悲伤，可能持久地贯穿在第二个文森特的早年生活中。因为悲悼而转化成的慢性忧郁，
这在痛失孩子的妇女中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会使她很难满足这个男孩对温暖和亲近的需要。这种需要来自一个快乐的母亲的关爱，反过来，孩子也要忍受被剥夺的痛苦，变得压抑起来。由于使用了哥哥的名字，他在时时刻刻地提醒母亲想起失去了儿子。一个死去的孩子很容易成为理想的孩子，因为生命期如此短暂，不可能留下坏的印象。相比之下，继续活着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有过失。母亲自己对死去孩子的负罪感会在后来移植到下一个孩子身上，使他成为负罪之人。这个小男孩因为这一经历所产生的沮丧，为他后来人生所承受的忧郁打下了基础。因此，梵高的童年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给予正常母爱的妈妈，他整日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时常忽视这个活着的梵高。所以我们看到文森特作品里的妇女大多都带有忧伤和悲剧的气息，这些忧伤的女性形象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入梵高的心中，他对母爱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这让他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对别人都是一种负担。文森特母亲的反应并非小概率事件，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中写道，一个母亲的出生而死了，她因为复杂的负罪感不能再专一地爱着后面活着的孩子，她对失去孩子的情感可能会使她后续孩子们产生一种信念，生病或死亡是更好的保证，比健康和正常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心理学家凯恩在《替代儿童》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案例，证明了那些像梵高一样家中先死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取相同名字的，几乎无一例外都迷醉于死亡、病痛和自残。和梵高一样，这些孩子都相信自己会死于很小的年纪，并且对坟墓有极大的兴趣。梵高的书信里经常会写到他以坟墓为目的地去散步，因为他并不把坟墓看作是储藏腐烂尸体的地方，而把它当作一个美丽的地方。梵高画了许多以墓地为题材的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画面就全都包含着坟墓。与坟墓类似的意象还有地下。梵高早些年曾去矿区里面传道，和矿工们一起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他曾经冒着被活埋的危险，在距离地面690米的矿井里待了6个小时之久，那是比利时伯里纳日最危险的一座煤矿。与挖坟动作相似的有农民锄地和工人挖渠沟，所以这两种形象在梵高的绘画里也经常出现，并不是梵高刻意地选择了这些景象，而是这些景象总是吸引着他，这是他下意识的行为。再加上梵高童年住所旁拐角处就能看到哥哥的坟墓，所以他很容易的就对关于坟墓的一切意象产生了深刻的迷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吃土豆的人，就是梵高自认为画的最好的一张画。土豆作为被埋在土地里的一种日常主食，也是梵高荷兰时期作品里频繁出现的主题。梵高的书信里一般都对自己的作品持谦虚态度，很少自夸，但是在这幅画作面前，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赞美之情。2年之后，他回顾自己的成就，他在信中声称这幅画毕竟是最好的一张。在梵高的整个绘画生涯中，他对这张画倾注的精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一张。他在对人物和手部连续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后，1885年3月，他画了一幅粗略的素描草图，4月他画了一幅预备式的油画，到5月才完成最后的效果。他对模特和场景异常熟悉，最后是凭借着记忆画出这个最终版本的。他在信中写道，这个画面在我脑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在梦里都能清晰地看见它。在这幅画中，我让自己的头脑有了很多自由发挥的机会。而人的想象就像做梦一样，既扎根于现在，又扎根于遥远的过去。它既有明意识的思考，也有潜意识的渴望。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这幅画，那么左边的年轻人就代表着文森特·梵高，他的名字文森特刻在座椅背后上部的木板上，要识别出来不太容易。那么右边的妇女代表着他的母亲，她低着头，似乎专注于倒咖啡。但在梵高潜意识的记忆中来看，沉浸在忧郁中的妈妈无暇顾及四周，而文森特则注视着她，突然地期待着她的回应。画面的近处有一个神秘的儿童形象，看不见他的面部，带着一种飘忽之感。他站在文森特和母亲之间，实在是像一个幽灵，所以没有人所具有的那种血肉之感。巧妙的是，水汽从盘子的一边升腾而起，形成了一个光晕，照在这个孩子的头部和肩膀，
这是福音书中所说的死后升天时才有的效果。这幅画简直就是文森特·梵高自身的写照。他的母亲因为怀着痛苦而不能照料他，心里被那个死去了的完美的孩子所占有。画面中这个幽灵般的孩子站在他和母亲之间，就像在生活中那样，造成了他和母亲之间的隔阂。画面后景中其他2个家庭成员是假象，不是主题的关键，是一个掩护真实意图的手法，就像做梦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情节和意象一样。这么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他最初的草稿中，只有我刚才重点讲的这3个人物，而作于1889年的《圣母怀抱受难耶稣之忧伤图》则更好地反映了梵高作为替代儿童的另一种心理状况。这是根据德拉克洛瓦的一幅油画临摹改编的。画中死了的基督在一个坟墓的入口处，他那痛苦的母亲以一个很绝望的身姿向他伸出手臂。由于耶稣承受苦难而死去，他的母亲对他宣泄了自己的爱。只有伤害自己甚至死去，才能够获得心爱之人的关注，这几乎成了刻在梵高心灵深处的思想钢印。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身体不那么友好。他明知道很多行为会伤害自己，但他仍然放纵了那样的情况发生，例如自残。关于自残那个著名的割耳朵事件，大家感兴趣的话，弹幕里可以输入想看，我后面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详细解释这个事件，这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信息。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梵高会选择自杀，因为这个事情他早就想了很多次了。死亡对他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转世。纵观梵高书信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他渴望与人亲密无间，却又寻求独处。这不过是他成年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选择。因为对人失去了信心，梵高把生命中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阅读和绘画中。梵高的天赋很高，小时候考试成绩就名列前茅。这是他9岁时画的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造型功底真的已经很好了。所以他并不是一下子就选择了自我伤害的道路。毕竟作为一个学业优秀的儿童，他也仍然无法获取母亲的关注。这种种因素导致了他最终选择了悲剧的宿命。1890年7月29日，荷兰著名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自杀身亡，时年37岁。他倒在了一片金色的麦田中，漫天遍野的乌鸦正是基督受难时天空中的意象。他终于像另外一个文森特·梵高一样，去往了有圣母的天国。尽管梵高选择了这样的绝迹，但他在信里多次提到，他死后人们会崇拜他，认可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只是出于心理安慰或者自我激励，而是他刚好出现在一个追求特别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绘画界的革命已然发生。像梵高一样童年有着非常特别经历的还有达利、席勒、蒙克等画家。他同时在认识的很多画家也都不算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正常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突然开始大规模的认可不像正常人的画家呢？那这些画家又是如何被自己的人生影响自己的绘画题材选择的呢？在我付费审美课第18节课里，我分享了更多的案例，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而这整套审美课也是意图构建一个更加多样化的、更加系统化的审美知识。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扫码加我好友咨询详情。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内容。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知识的维维老师，我所参考的书和论文名单就在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